几个礼拜前，全台湾好几百万的人都在自己的信箱收到一个新的台电账单，上面印的呢是新的台电 logo， 没有任何其他的沟通，没有记者会，没有新闻稿，网站App 的推播都没有，只有账单，就是进行宣布我们的新 logo 跟新的品牌形象。前一阵子就在 Thread 上面燃烧嘛，那为什么其实大家好像反应其实都负面的，但是2024年其实台铁也做了相当的事情，那为什么反应却是相反呢？当初一边是说现代的转变，那现在台电却是人家觉得是浪费，为什么？嗨，大家好，我是 Christine， 是个品牌策略顾问。那我常做的事情就是帮助这种大企业们做品牌的转型跟重塑。那我今天想要用品牌策略的角度去分析跟拆解，为什么台电这个案子大家今天会有这么样的反应？从品牌策略的角度，它有哪些做得不够好或做错了什么呢？先来看一下哈，我们台电到底改了什么？我们先看它的 logo， 那我们 logo 可以拆解成不同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先看到它的标志 monogram 跟它的字，就是它的 word mark。那它字分成中文跟英文，最大的改变我们看到的是中文的字，它用了80年的那个比较书法的字体，改为现在比较常看到的黑体字。那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黑体，是聂永真的工作团队去做客制化的字。那整个案子来说，标了96多万，做了1年半。那案子的范围绝对不是只有 logo 本身，他们也有说是有一套 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的应用系统。那我觉得这 Corporate Identity 应该只是在讲视觉部分，应该目前没有看到也有言辞 verbal 这个部分。那它的应用系统也有包含30种的名片版型，加上专属的规范守则，就是我们说的 Corporate Brand Guidelines。那案子不能缺的一定就是有内部的沟通嘛，你要去跟高层，然后甚至他们好像还有去跟工会去做协调。设计的细节来说，这个客制的黑体每一个字它都有去做微调，跟原本字体有结构上面的连接。标志来说，它大部分其实都是维持进行一些微调嘛，像原本的3环4道闪电，那闪电它原本是有2个这样子弯曲的点，现在剩剩1个，然后做一些细微的颜色跟色调的这些优化跟调整，让它可以在小的就是电子啊，或者很小的 small scale 可以看得很清楚。整套其实是非常有逻辑的传承跟客制的识别系统。那这个重要事实我们等一下会再回来再细部的讨论。品牌策略的角度是说 why now？ 你为什么现在要去做这件事情呢？品牌去做重视最大的一个检核点就是说你现在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你是要去跟大众去解释，你需要去跟有你股票的人，跟你的公司内部啊，你的董事会跟你的消费者，你都要去做一个合理的沟通。那我们常常看到的有几个比较合理的触发点啊，有包含像是新的领导阶层上任，第二可能旧的领导阶层，但是今天公司的策略改变了，或是去拓展新的业务，再来就是常看到的公司合并、收购或是拆分，这些很大的法律的结构上面的改变。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品牌，我要拆成2个公司，那不可能2个都还叫做同一个名字嘛，那我们这时候品牌要怎么样去处理？再来就是公司结构的改变，像私有化、公司化，或是营运上面的里程碑。像我们现在常看到汽车产业，假如说他们要推行电车电子化，很多银行在面临数位转型的时候也会做这个品牌重塑，或是要进入新的市场。假如说你今天是亚洲，要去欧洲、美国的话，你的消费者跟你的受众会不一样，那你的品牌可能也是要做一些改变。再来，企业危机过后，让大众再度的相信你 ，signal 说这是一个新的篇章，请再度的给我们一个机会。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呢，2026年这个时候，台电要去改它的 logo， 有符合哪一条？第一，它的董事长曾文生从2022年开始代理，2024年正式的上任，不算新人，也没有公司化，没有任何结构上面的改变，没有合并，没有拆分，没有新的东西。能源转型这个部分呢，我们有看到，就是董事长之前有讲过，还有3大目标：稳定供电、加速转型、落实永续，这些都是故事。但是2026的时机点，它没有一个里程碑说为什么是现在。那你没有对应的时候，大家就会有问号嘛。从外部来看，这个 logo 跟这些重塑，它是凭空出现的，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故事，没有为什么。
一个消费者在做购物的选择的时候，品牌这个东西就是捷径。假如说今天我要做这些采购，我都不熟悉，但我看到一个我认识的品牌，那我可能就会购买它。那对台电来说，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它为什么要做品牌？它是一个垄断式的国营企业，它做品牌完全没有任何实质的 ROI。我不会因为台电品牌很丑，我就说我要断电；我也不会说台电的品牌做很好，那我就多使用电。那它识别的更新其实一定还是有目的，只是它的目的比较窄，可能管理来说会比较简单。视觉很乱的话，内部管理其实非常的花成本。那或是他在做员工招募的时候，可能更年轻了，会引来更多大家的好感，或年轻人想去那边上班，或是在新策略的稍微有点体现，这些都还合理。但是你在这个时机点没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的话，那大家就会觉得不合理，是不是？尤其是呢，对垄断的国营企业来说，你在做品牌的门槛其实是更高的，不是更低。我们其实看到台电的财务数据来说，这几年其实过得没有很好啦。它现在面临的是超过4000亿的台币的亏损，负债比超过92%，也是台湾最大的企业债的发行人。而如果不是政府每一年的去补贴，跟我们近期有看到电价涨了嘛，那理论上其实台电可能早就破产了。垄断的国营企业财务蛮紧张的，又没有任何一个合理的时机点，突然在账单上面看到这个新 logo， 就算没有成本，全部是内部做的，大家脑袋里面都在想说，你不能花这些时间心力去帮我少电费，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实际上啦，我觉得在业界来说，96万去做这一套系统，其实蛮便宜的，不能说它贵。但我觉得重点不是说你花了多少钱，而是在这个条件下，你没有做任何沟通，你没有任何的原因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都会被解读成是浪费。其实观感就是做品牌最重要的东西，那现在台电就是 miss 掉了这一点。先回到从单纯设计的角度，我不是设计师，所以我从策略角度去做分析嘛。原本 logo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原本有3个不同的设计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标志有棱有角，那个台电跟那个闪电其实都是非常有棱有角的。中文字是书法很有流动性的这个沟通，那在英文字又是一个 sans serif 黑体，它完全是3个不同的设计语言。我觉得新版的优势就是把3个视觉系统合而为一，在不同的地方 carry through 这些的 DNA。 我们可以看到台字本来是菱形的 footprint， 它的这个架构有维持，然后把口改成倒梯形。那弯字的部分还有把下面这个弓刻意的改窄，呼应在书法这种比较张力的写法。那电也可以看到它的上面的那一横其实很短，下面的口也变成倒菱形，与也比较对称，去做这些的细微的调整。那立公司这3个字嘛，它有去模仿原本书法的这个跃动感，让它那个撇都是渐渐的从细到粗。丝这个字也可以看到维持原本这种阶梯式的这个形状。在小尺寸啊、数位的这种页面 App 或网页的辨识度确实都是比较好，它把这些空格啊调的在很小的 scale 上面，你也可以看得清楚是彩电。过去人孔盖啊，或是变电箱这些喷漆，或是很小这种印刷品，或是立体的招牌，其实都是需要不同的调整。那其实内部假如说有这种超级无敌多不同种的 logo 的时候，管理是非常的吃力的。所以呢，统整让它只有一个 logo 的话，其实必须要说这很重要。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的点？新版一定也不是完美，新的中文字虽然看起来很通用，就是很常看到的黑体，但是它其实可以是任何一个公司，它并没有就原本台电这个字体它的有一个味道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大众的反应，有点像医美诊所啊，去打了磨皮，像是其他任何一个 app。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嘲讽啦，而是说这些设计有失去到原本的有一些味道，没有把它留存。还有另外一个层次，会不会有一点去地方化的这个迹象？那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台电这个原本书法的字体，其实在台湾也流传了80年了，就等于是我阿嬷小时候就可以看到，然后我自己从小到大出生就是看到这样子的字体，是一个文化的记忆啦。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平衡，只做现代化，会不会
之后，在地化的文化就会越来越少呢？或许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把书法用视觉系统的其他方式去带回来，因为 logo 其实就是要很明确、很清楚的让大家看到说这是什么品牌嘛。原本书法可能易读性没有那么高，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当做一个 graphic device 带回去这整个的系统的建构？品牌这个 concept 其实是西方世界的一个产业。他们做最久，所以呢，我们会去借鉴、去模仿。那在我们去吸收这些他们的美感，要如何去平衡我们每一个文化中特别的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所有东西资讯的扁平化跟平均化。假如说没有把这些比较特别的文化点留存的话，有一天我们这些比较特别的文化记忆都会慢慢的被洗掉，然后逐渐平庸。难道台电不知道吗？设计团队都没有预料到动了这个书法字会有这么大的反弹吗？其实这个风险有2道关卡可以挡下来。第一个是一开始在做任何事情之前的 brand equity research， 目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个品牌里面哪些是品牌核心元素，有哪些又是可以改掉的空间。那第二是 validation testing， 在设计做完，让新版的去做消费者测试，看大家的反应跟接受度是什么。这2个研究应该都没有做，或是做的不够深，因为如果有做 equity research 的话，应该会了解动书法字体可能会有风险。那如果有做 validation testing 的话，后面这些负面反应不可能在研究没有发现。研究的价值是要带着资料去做品牌决策。我觉得今天其实台电做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发布完全没有任何的策略，成功跟失败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线之隔。你设计做的再怎么漂亮，大家看不懂听不懂的话，大家就只会觉得做的不好，大家的叙述就是觉得浪费钱啊，失去辨识度这样子。其实这些都很不公平，但是因为你没有交代说你每一个决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聂永真也在自己的 Facebook 跳出来发文解释设计为什么会这样子做，跟所有的时空背景。那我觉得好笑的是，其实这就是台电该做的事情。你做品牌不是只有设计而已，你有设计要有策略。那你假如说你今天把品牌去外包给一个设计公司，你自己当然内部就是要做策略的事情啊，不然你就不是在做一个品牌，你就只是在做一个设计。OK， 设计公司他做了设计公司要做的工作，那策略的东西台电没有自己当回来做。我们把设计跟做品牌把它当做一样的事情谈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能觉得你请了好的设计师，品牌就会做好了，不会，它是2个不同完全不一样的职能跟事情。最好的证据呢，其实就可以看台铁，他在2024年做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嘛。那当初他就有个明确的原因，因为他要挂牌成为国营公司，这些优化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在那一天一同发布。他也有一个很好的 proof point， 他在过去几年其实都一直有在做跟设计相关的事情，像是他的明日号的火车在世界上的设计奖得奖，然后或是台铁便当也做了重塑，可以看到他们对设计的投资。那所以他们今天企业的品牌去做改变的时候，大家反而谈就不会这么的大，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合理故事性的一个篇章。现在都到这个节骨眼了，还能做什么？或是下次面对到这些事情要怎么做？第一个是要建立一个故事性。台铁把美学当作一个中心点，然后去贯穿5年的故事，让人家知道说他过去5年就有在做美学的更新跟复兴了。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做这件事情。那台电来说呢，它如果要用 transformation 跟 net zero 如果去当做一个故事性的话，就要谈论它过去这几年有做了什么，然后接下来也会做其他的事情。第2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很 anchor 的事情要去发布的时机点，所以一个发布记者会啊，就说那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做台电的转型，这个新的 logo 啊，就其实就会变成这个承诺的一个标志跟标章。那第3，如果你这些都不想做的话，你最低限度可以做的事情，董事长拍一个1分钟的影片，放在你的 App 网站上面，
去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或是你不想拍影片没关系，你就发新闻稿，做一个 blog 去解释，其实就跟聂永真他发的那个 Facebook 文很像，解释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品牌重塑，中间的设计决策的原因是什么，那未来也可以期待台电会有什么样，除了皮以外，内部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根本就花不到多少钱，但是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就会看到今天现在这个下场。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呢视觉的优化，两个品牌台铁台电差这么多？答案不是在设计师厉不厉害，也不是在设计师是谁，而是品牌策略你到底有没有做，你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好好的去包装说出来。问题我觉得从来都不是在设计师，而是在你有没有真的把它当一个品牌做。今天这个标案是设计师做了设计的工作，那台电要做的是策略的工作，或是去找另外一个品牌策略顾问去帮你把这些事情想出来。有跟没有就是台电跟台铁很正面跟很负面的反应的原因。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我是 Christine， 假如说有任何跟品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跟我讨论。那如果你也有其他的品牌也想知道的话，都欢迎在这里跟我说。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